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Costco 4月营收强势增长 8%， 但为什么摩根大通却在此时下调了营运预测？这背后隐藏着加油站消费习惯的结构性断裂，以及一场关于复活节假期的数字游戏。今天我们要深入拆解摩根大通最新的研究报告，看看这间零售巨头在表面风光的背后，究竟存在哪些投资人必须警觉的隐忧。摩根大通研究团队在报告中指出， Costco 在4月份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美国核心同店销售成长来到 8.0%， 这项数据精准符合市场原先预测的 8.1%。 同时在人流量方面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升，美国境内流量从3月的 0.7%在4月份大幅增加到了 3.8%， 而全球整体的流量成长则达到 4.2%。 然而摩根大通分析认为，这些看似喷发的数据其实带有水分，主要是因为复活节假期的时间点移动，为4月份的同店销售额带来了额外的推动力。具体来说，比起去年同期多出一个购物日，这为总销售额贡献了约150到200个基点。换算下来，这部分的贡献大约落在 1.5% 到 2.0% 之间。摩根大通管理层在报告中坦言，这种3、4月合并观察的方法更像艺术而非科学。摩根大通提醒投资人，如果将3月与4月的数据合并观察，排除掉假期位移的干扰后，核心销售成长率大约是 7.0%。 虽然这个 7% 的数字对投资人而言仍处于公司预期的 6到7% 的高标，但成长动能确实不如表面数据那般惊人。华瑞认为，这显示出即便在通膨环境下， Costco 的会员粘着度依然极其稳固。摩根大通分析也提到，除了假期的带动外，4月的高标表现可能也受到了退税补贴的支撑。虽然管理层无法直接隔离出退税资金的影响，但考虑到目前油价高涨的环境，销售能维持在区间高标，显示刺激资金在3、4月间起到了支撑作用。在细项类别的表现方面，摩根大通报告显示，表现最突出的地区是美国的中西部与东南部，至于国际市场则是以澳洲、台湾与英国领先。值得注意的是，数位通路的销售表现极佳，扣除汇率因素后的成长高达 18.4%。 此外，新展店对旧店产生的蚕食效应在4月份维持在40个基点的稳定水平，比起2月份的60个基点有所改善。但是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抛出了一个警讯。摩根大通分析认为，加油站与卖场进店消费的关联性已经减弱。过去的历史数据显示，大约有 50% 到卖场加油的顾客最后都会进入卖场内进行消费。但在4月份，虽然加油量出现了10%几的增长，但这种油泵带动进店的关系却出现了断裂。根据摩根大通与财务长的会议记录显示，消费者现在更倾向于进行小额补油。摩根大通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消费者对单次加油的支出变得敏感，或者因燃油开支增加而缩减了卖场内的采买。也因为加油站利润空间可能受到压缩，摩根大通选择将 Costco 第3季的盈余预测下调至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水平，将调整后的每股盈余预期设为 4.75 美元。华瑞认为，加油站流量密码的失灵反映出消费者在预算分配上的精打细算。即便整体流量还在增长，但如果每趟消费的含金量下降，或者进店转化率因为能源价格被挤压，对于追求高利润率的投资人来说并非好事。此外，过去几个月疯抢的金条销售提振作用也在这份报告中显示出了放缓的迹象。摩根大通报告指出，金条销售对同店销售成长的贡献已经从去年秋季的高峰 0.5% 显著回落。虽然目前仍维持在10%几的增长区间，但那股强劲的黄金热潮确实正在退去，对整体营收的边际拉动效应正在减弱。在商品类别中，非食品类表现相对平稳，以居家用品、珠宝与轮胎的表现最为强劲，成长率落在 5% 左右的中个位数。生鲜食品则受惠于复活节效应而加速增长，由肉品与熟食部门带动。摩根大通预测5月份的美国核心同店销售增长率将会回落到 6.5% 左右，回归到长期的平均成长趋势。针对未来的财务预测，摩根大通在报告中首次推出了2028年的预估，预计2028年的每股盈余将会成长 10%， 来到 24.9亿美元。而针对2026年底的目标价，摩根大通设定在每股1110美元，这是基于2027年每股盈余预估值的49倍本益比进行估算的。华瑞认为，49倍的估值溢价相当惊人，
因为这已经远高于历史平均的41倍。这意味着市场已经给予 Costco 极高的期待。在风险控管的部分，摩根大通也为投资人列出了几大隐忧。首先是消费者可能在预算紧缩时减少购买高利润的非必需性商品。其次，销售管理费用的杠杆作用高度依赖于营收的快速成长。值得投资人高度警觉的是区域集中度风险。摩根大通报告提到，加州市场占 Costco 美国总营收高达 26% 左右的比例。这意味着，如果加州地区的经济出现波动，或是当地的消费力因为通膨而出现衰退，将会对 Costco 的整体财报产生不成比例的冲击。这也是目前股价在高位盘整时最容易被投资人忽视的结构性风险。最后，摩根大通也提到了竞争压力。虽然目前 Costco 在零售业仍处于领先地位，但商品的成本通膨与竞争对手的定价策略都可能压缩到毛利表现。目前 Costco 的毛利率大约维持在 12.8%， 而营业利益率则在 3.8% 左右。任何微小的成本变动都会在极高的估值体系下引发股价的大幅波动。华瑞认为，虽然摩根大通对短期获利有所疑虑，但从长期角度来看，Costco 的竞争力依然强悍，超过 90% 的会员续订率以及会员费收入贡献了将近一半的营业利润，这些都是典型的抗周期性优势。只要这套订阅制的商业模型没有动摇，短期的油价波动或假期效应虽然会影响单季度的 EPS 表现，但不会改变其作为零售王者的基本面。华瑞认为，投资人现在应该关注的不是那 8% 的表面营收成长，而是加油站流量转化率何时能够止跌回升。在目前市场估值高达49倍本益比的情况下，投资人应保持分批布局的节奏，关注5月28日即将公布的第三季财报，确认毛利率是否如摩根大通所担心的那样受到了能源价格与商品通膨的实质性拖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